咱们打工人月末有3光：工资花光、流量用光、话费剩光光。不过除了工资没办法解决，剩下2个还能抢救一下，比如一张靠谱流量卡。不要误会，品牌哥不是在推销流量卡，恰恰相反，是想和大家聊聊流量卡的那些坑。事情的起因是品牌哥发现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到处都是推销流量卡的，什么零月租、几百 G 流量、不限速、不限量啥的，吹得一个比一个厉害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流量卡都是免费领取的。那么卖卡的是怎么赚钱的？吹上天的流量卡是真的好用吗？这背后的产业链是怎样的？这期视频就来聊聊国内流量卡的发展历史，从不同的时期看流量卡背后的故事。众所周知，不论是啥流量卡，肯定要依附于电信运营商才能存在。那运营商为啥要做流量卡？答案很明显，为了吸引客户，增加用户数量。4大电信运营商，移动、电信、联通以及后来的广电。咱抛开后来者广电不说，最焦虑的应该就是联通。自迈入 4G 时代后，运营商格局就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其中2016年是个分水岭。当年移动全年利润1080亿，4G 用户数5.3亿，遥遥领先。电信利润180亿，4G 用户1.2亿，且保持增长态势。反观联通，利润只有可怜的6.3亿，4G 用户勉强突破1亿大关。深陷困局的联通必须得想办法支棱起来，而这个办法就是用流量换流量。经历过那个阶段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2016年前后正是 4G 和移动互联网应用高速发展阶段，大家对流量的需求与日俱增，但小气巴拉的运营商们流量死贵，甚至移动还在玩该死的5元30兆币。网友纷纷调侃，睡前发现4G 没关，早上起来就能流走一套房。所以那种局面下，哪个运营商只要无脑推大流量卡，就能吸引大把用户。毫无疑问，率先出手的肯定是联通。2016年，联通率先在广州推出 4G 日租卡，这款卡第1年的月租是0元，第2年开始收6元。流量方面，1元500兆，不用不花钱，但也有限制，流量只能在广州范围内使用，且当天的流量无法累积到第2天。有一说一，这套餐放在那个时期绝对是非常划算的。作为对比，同期的移动50元套餐才给1GB 流量。自中国联通开创这一先河后，第一个坐不住的便是中国电信。大概几个月后，广州隔壁的东莞电信也推出了天翼日租卡，不但首年0月租，还是1月800兆，简直太香了。说真的，就这力度放到现在都很能打。但遗憾的是，这2款日租卡都限制使用地，无法全国使用，对用户增长起不到关键作用。直到2016年11月左右，联通憋了个大的，一款和腾讯合作的新型流量卡横空出世。聪明的小伙伴应该猜到了，那就是流量卡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腾讯网卡。虽然历经多次调整，但至今经久不衰。初代网卡分为大网卡和小网卡，其核心都是对腾讯系 App 免流量。咱拿大网卡举例，初代大网卡月租19元，常见的腾讯系应用和游戏流量全免，但通用流量还是采用日租形式，1元500兆，超出 0.1元1兆。此卡一经推出，瞬间席卷全国，尤其是对爱打王者荣耀的学生群体，那可是相当受欢迎。其实除了网卡，联通在同一时期和阿里也合作了宝卡，套餐内容形式都一样，只不过宝卡对阿里系免流量。看到联通取得了不错反响后，再次跟进的是山东移动。2016年11月底，山东移动推出了一款针对山东省内用户的山东大网卡，也是1元500兆，不过没掀起什么水花。失败的点在于免流量的 App 只有移动系的，比如咪咕视频、咪咕音乐、咪咕阅读这种，没啥吸引力。再之后进入到2017年，这一年我愿称之为联通的疯狂和日租卡群魔乱舞时代。半年时间内，联通先是把网卡和宝卡升级，推出天网卡和大宝卡，其次密集和国内互联网公司展开合作，推出眼花缭乱的免流日租卡，比如京东的强卡、百度的神卡、新浪的微卡、B 站的2233卡、饿了么的饿卡、美团的美卡、小米的米粉卡，甚至连滴滴都有橙卡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联通的合作方至少有21个，涵盖普通人能用到的几乎全部 App。为啥联通如此疯狂？因为网卡吸引的用户实在太多了。联通2017年的1季度财报显示，4G 用户新增2200万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要知道，当时距离网卡推出也才不过半年时间，足以看出其威力。有了联通给的压力，电信和移动再也坐不住了。
2017年，他俩全都加入了免流量日租卡的大战中。三者的合作方套餐资费、流量其实给的都差不多，但联通毕竟有先发优势，合作方也最多，地位无法撼动。再之后，三者竞争加剧，纷纷选择降资费提流量，比如1元500兆逐渐升级为800兆，再到1GB， 月租也降到5元、6元、8元这些档位。举个例子，2017年的时候，品牌哥就办了一张小米的电信米粉卡，当时是5元月租，1元500兆，但用了半年左右就收到信息可以升级到1元800兆，再之后又升级成1元1GB。哪怕是2024年的今天，这张米粉卡依旧正常使用，5元月租美滋滋。不得不感谢那个运营商疯狂的时代，真的让消费者受益。当然，作为多年的体验者，也有资格和大家聊聊日租卡的缺陷。日租卡的规则是哪怕当天只用了1KB 的流量，也会扣1块钱。这就导致在你不需要流量的时候，或者只是为了用定向免流看视频，一旦打开了流量开关，1块钱瞬间就没了。另外，1元500兆或1GB， 其实对没有 WiFi 的场景来说都是不够用的。如果你是重度手机用户，可能一天就得2-3块钱的流量费，1个月下来也是笔大支出。但整体用下来，日租卡体验并不输现在的流量卡。看到这儿，估计有小伙伴要疑惑了，这么好用的日租卡哪里能买到呢？很遗憾，2019年下半年，日租卡的办理渠道就全面消失了。准确的说，是19元以下的低月租日租卡绝版了。至于为啥没了，没有官方消息说明。根据网上的小道消息，大概总结出3点原因：一是日租卡的月租实在太低了，基本都是10元以内，很多人办理后不用流量，只为保号，对运营商来说太亏；二是日租卡的低月租会吸引一些不法分子关注，比如电诈，他们可以轻松低成本的办理手机号码用于违法行为；三是运营商在日租卡上的竞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，各家已经卷不出新东西了，继续卷都吃亏，干脆全都取消，另寻出路。总之，3大运营商都默契地下架了日租卡，取而代之的是扩容和重新包装之后的包月套餐。我们将其称之为流量卡 2.0 时代。具体表现形式是月租大幅提升，从几十元到几百元都有。流量分为定向和通用2种。定向就是主流 App 免流或给予一定流量，基本都在50至200G 之间。通用就是常规流量，根据套餐不同，一般给1至30G。当时比较火的有升级版的联通网卡、联通神卡、移动宝藏卡等，也有部分与互联网公司合作的产品，如米粉卡、星芒卡、头条懂我卡、中铁网卡等。但整体上性价比都不高。拿天神卡举例，19元月租只有4G 通用流量，用光了只能用日租的1元1GB。曾经的神中神网卡也是19元月租起，但一点点通用流量都没有，只能靠日租和免流混混日子。其余各种互联网公司合作卡19元档的也很坑，流量只有可怜的一点点。比如米粉卡基础版，3G 通用流量，没有定向，没有日租，超过就收5块1GB。另外比较坑的是，这些19元起的卡绝大多数都带日租，这就意味着只要你手机一联网，不管你有没有进行操作，每天1块钱肯定要花的。这样一算，1个月不算通用话费也要50块钱，而不是月租的19元。如果你选了29、39这种更高档位的，说不定1个月要花掉上百块钱。不得不说 2.0 时代的流量卡普遍毫无诚意，索然无味。直到2021年下半年又发生了新变化，流量卡 3.0 时代到来，其特征是群雄并起和物联网卡暗中较劲。所谓群雄并起，要了解一个背景，运营商在各省都有分公司，比如江苏移动、浙江移动、广东电信、山东电信等等。其实这些分公司自主权很大，完全可以自行在省内推出高性价比的流量卡套餐。但之前运营商推出的流量卡都是总公司统一行为，面向全国，不限归属地，哪里都能办理，各省分公司很少单独行动。直到2021年，山东电信不讲武德，率先内卷，他们在线上搞了一堆特优惠的套餐促销，给的流量还超多，然后各地运营商看不下去了，你搞我也搞，纷纷线上内卷，冲 KPI 拉客户。拿电信举例，之前喜欢用新卡命名，根据省份不同又被称之为山东星、黑龙江星、湖北星、广东星之类的，他们月租普遍较低，基本是19到49元，但流量多的离谱，没有任何限制的通用流量动辄30-50G， 多的100-200G。至于背后的运作模式，官方自己没那闲工夫推广，一般都是代理模式。为了扩大规模和上游利益，代理通常层层分级，
你在短视频刷到的那种以运营商名字开头的直播间或广告链接，基本都是有钱有势，能和运营商直接对接的大代理。如果是 B 站、微博、小红书、知乎等公域平台的发文推广，那一般是转包很多遍的小代理。但不管什么层级的代理，他们之所以孜孜不倦的推广，甚至不要钱求着你办卡，是因为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。这一行实在太暴利了，不但需求大，还几乎无成本，发帖绑个链接就行。对大代理来说，办一单的佣金动辄200-300，哪怕是个小代理，也有个几十上百的佣金。拿自身举例，品牌哥过去曾经就经常在大学开学季卖流量卡，作为一个底层18线摸鱼小代理，也能拿到80每张的佣金，一个开学季赚得美滋滋。那么这种卡有没有什么套路呢？其实正常使用真没啥套路，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代理商会不会隐瞒搞鬼。首先是归属地，因为此类卡出自各省的运营商分公司，有不少在办理的时候无法选择归属地。比如这2年湖南电信和联通的促销很多，代理也比较集中，导致网上很多卡归属地只能随机选湖南的城市。如果你对归属地有要求，得特别注意。二是代理商为了吸引下单，会隐瞒真实套餐情况，比如这个卡宣传19元的月租，135G 的流量，看上去很划算，对吗？但仔细阅读详情会发现，只有前半年是19元，半年后就恢复到原价59元。至于流量也是只有1年期限，到期后连怎么处理都未说明。如果一时贪便宜办了，随之而来的只有后悔。OK， 说完这些正经的卡，再来聊聊流量卡中最坑的物联网卡。物联网卡也是运营商出的，但基本只有纯流量功能，不能打电话，也不能发短信，只卖给企业，使用在物联网终端上，比如常见的共享单车。也正因为功能单一，物联网卡资费很便宜，10几块钱就能充上百 G 流量，成为很多卡贩子忽悠人的首选。他们通常会以极低的价格做宣传，来一个骗一个。最大痛点就是流量虚标，宣传29月租100G 流量，实际上可能只有50G。因为物联卡说白了是卡商从运营商的流量池中购买流量，这部分流量由卡商自己来管理，想给多少就给多少，全凭良心，收100G 的钱给50G 的量，另外50G 还可以赚一点。第二就是一旦涉及违规使用，整个号段都会被停机，甚至整个商家所有的卡都会被无条件停卡，想找人说都没得说。第三，物联卡不允许换设备使用，一旦换设备就需要解锁副机。所以如果你在网上看见太过便宜，详情页又没有特别说明的流量卡，千万不要购买，多花一点钱买正规的流量卡，会少掉很多麻烦。最后也教大家如何选购一款好用、套路少的流量卡。事先声明，以下内容纯属个人经验总结，仅供参考。首先，选卡的渠道找官方店，在某宝上就有很多各大省份运营商的店铺，比如山东电信、河南电信啥的，或者在某音、某手上找官方直播间。其次，运营商选择联通或电信，这俩因为用户少，需要冲 KPI， 套餐性价比更高。重点是一定要耐心阅读售卡界面的详情页，不懂就问客服，截图做好证据，以后出问题好维权。卡拿到手激活的时候，也要注意是不是官方激活途径，但凡感觉不对劲，直接把卡扔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祝大家都能找到心仪的流量卡。有好资源推荐的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给其他小伙伴。